拜登其实比特朗普还过分，中期选举之后的中美关系只会更严峻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在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，那么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：中美关系到底会不会缓和呢？有一个情况是与预期有出入的，因为共和党全面控制参众两院的情况并没有发生。用拜登的话说，红潮未现，拜登政府也不会成为跛脚鸭。拜登没有如预期般被美国选民狠狠地教训一顿，但是的确差点丢失了众议院的控制权。未来执政期内的国会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牵制，特别是国内立法和外交方向的制定上，无法像前2年那样一帆风顺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拜登政府真的有强烈意愿缓和对华关系吗？这个恐怕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。拜登嘴上说不与中国进行新冷战，但是他上任以来几乎延续了特朗普任期的对华鹰派路线，包括持续打压华为，在涉及芯片问题上扩大对华出口限制，在台湾问题上甚至还出现了佩洛西窜访这样的灰天鹅事件。与特朗普盯着中美贸易逆差的情况不同，拜登政府还利用造谣新疆问题，以民主与专制的2元划分法来定义中美关系。他近来还4次强调要武力协防台湾地区，用拜登的话说，这些都算是中美竞争，而不是对抗。其实与特朗普相比，拜登唯一的不同是把合作和竞争挂在嘴上，把对抗落到实处。中美关系并没有呈现好转的迹象，似乎进入了一个相互对话、相互指责和相互制裁的恶性循环之中。我们可以盘点一下拜登政府这2年通过了多少针对中国的法案，这其中就包括国家关键能力防御法案、防止强迫新疆人劳动法和芯片与科学法案。特别是美国推动的芯片联盟正在演变成一场高科技领域的冷战。美国接下来还要审议台湾政策法和国防法案，前者被认为将导致下一次台海军事危机。我们不能指望拜登会自己踩刹车。美国政府认为中国是唯一的系统性挑战，也就是说，只有中国有能力代替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。所以拜登政府会怎么对付中国，其实已经非常明确。美国两党还有一个共识，需要通过立法保护美国的高科技和国防优势，以免受到中国的威胁。也就是说，美国正在失去对华军事优势，将加剧美国推出对华制裁法案。共和党在立法环节的强势，不但不会阻止拜登对中国采取强硬作为，反而会批评拜登对华过度软弱。美国在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，可能会进一步挑衅中国，并且进一步推动贸易保护。共和党甚至会破坏中美气候谈判。当然，中国现在也不需要与美国继续展开气候谈判。共和党拿下众议院多数席位后，还计划将成立一个针对中国问题的特别委员会，调查所谓的新冠起源、所谓的中国从美企窃取知识产权等等问题。所以，美国遏制中国是美国政坛的共识，已经是大势所趋，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。对于中国来说，办好自己的事就是对美国最好的反击，直到中国突破绝对安全临界点，也就是综合国力全面超过美国的时候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